安可可成功抵挡香港后，新奶爸有多开心，曾经照顾他们的饲养员就有多不舍。即便董奶爸知道孩子会被善意对待，但梁小芝毕竟是亲手养大的，他还是难掩伤心。最后一次投喂安安的时候，奶爸忍不住叮嘱对方一定要好好吃饭。小家伙听到这话还点头回应，这场面竟然有种嫁闺女的既视感。只可惜父女俩还没来得及告别，奶爸就亲手送闺女上车。此时的他恨不得多看孩子一眼。安安像是察觉到自己要离开，小眼神也从好奇不安变得泪眼婆娑，就连小苹果和窝窝头都没了胃口。奶爸生怕闺女第一次出远门紧张不安，还贴心的盖上封闭板，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董奶爸看着转运车缓缓离开，连背影都是满满的落寞。粉丝和基地的工作人员也在送别，毕竟两个小家伙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幸运的是，安安可可去的是香港，家里人怎么可能不好好爱护孩子呢？香港民众和饲养员一早就在机场候着，他们还举起小牌子，开心到蹦蹦跳跳。和避风峡基地满是伤感的气氛截然不同。安安可可也是两个小社牛，抵达陌生地方后非但没有害怕，还伸出小手和粉丝打招呼。小家伙的眼睛还滴溜溜乱转，感觉他们对一切都很好奇，恨不得冲出来在香港溜达一圈。而照顾安安可可的是卷毛奶爸，他一见到熊孩子就乐开了花。估计董奶爸看到这一幕都得吃醋了，小家伙能这么快适应新饲养员，也是卷毛奶爸用心的结果。为了和两个小家伙建立感情，他提前1个多月去避风峡照顾熊猫，就连安安可可坐飞机去香港，这一路上都有卷毛奶爸的全程陪伴，足以可见他对熊猫有多用心。海洋动物园的另一对大熊猫也是最好的证明。莹莹乐乐不仅竹子笋笋吃不停，还有数不尽的丰容玩具，就连院子都是豪华装修的。莹莹坐月子期间吃的水果，都是奶爸亲手打碎弄成的苹果泥。虽然梁小芝早就成年了，可卷毛奶爸依旧能近距离撸猫。懂事的莹莹还让他尽情摸。有次奶爸休假出国旅行，结果没出门几天就急匆匆回动物园，只是因为想念宝贝闺女儿。而乐乐直接被他处成了好兄弟，因为嗓子不舒服喊孩子的声音酷似山羊，直接被对方翻白眼了。估计乐乐内心 OS 我看看到底是谁叫这么难听。看到乐乐和莹莹在香港过着神仙日子，估计挂念安安可可的姨姨们也就放心了。看到奶妈摸着飞云的小脸夸夸，才发现萌妹究竟有多招人喜欢。哎，小孩表现的真好哈！今天是不是学习了？啊，今天上课了，是不是？摸脸，摸你的脸啊，太乖了。听到奶妈说摸摸脸后，一向懂事的飞云立马凑上去贴贴，温柔似水的小眼神令人心软软。大美云对奶妈一向是事事有回应，当她躺地上享受胡萝卜时，听到奶妈的声音会立马起身，像个小朋友板板正正坐好等开饭，即便胡萝卜掉地上也懒得捡。毕竟此时的萌妹满心满眼都是奶妈，并且奶妈每次投喂闺女的时候，飞云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干饭时一不小心咬伤对方。有次离职的小白奶爸来看望孩子，虽然父女俩好久没见，可飞云早就认出来了，立马扭头回应。当大美云用大脑刮顶石头的时候，奶爸第一时间阻止孩子，换做其他熊猫早就生气了，可飞云却乖乖听话，笑眯眯看着奶爸。砸头，别砸头！不说你不行了啊，你不能这么玩啊！难怪原本还在生气的奶爸，立马对着宝贝闺女夸个不停。哎呦我的妈呀，还带个小花来了，好看了呀！哎呀，好看好看！哎呀，哎呀，好看好看！这小妞不仅在奶妈面前是个乖宝宝，对游客更是温柔到骨子里，一言不合就对着猫粉们放电，直接把缠飞云身子的姨姨激动到颤音。你怎么这么可爱？这天飞云吃着竹子困意来袭，游客都忍不住心疼孩子，他却瞪大眼睛继续营业宠粉。温柔大美云还总喜欢观察两脚兽，经常用含情脉脉的小眼神盯着姨姨们，谁能不被花心思宠粉的飞云治愈到？都说飞云是暴揍金虎的金刚芭比，事实上他对待自己的小伙伴也很真诚，尤其是捧在手心里的妙音妹妹。当时联动3小只正在排做干饭，妙音累了忍不住躺在地上，一向懂事的飞云立马凑上前，用自己身上的肉肉充当妹妹的靠背。他对金虎也不是传闻那般暴力，毕竟大胡子抢走飞云最爱的玩具，萌妹也只是堵门吓唬一下对方，谁看了不得夸着小妞一句情绪稳定。飞云还把玩具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吃笋时看到小黄鸭陪着自己，就扭过去用鼻子贴贴，即便是睡觉也要抱着小飞象玩偶，再配上他完美的睡颜，这一刻大美云岁月静好具象化了。难怪飞云被那么多猫粉喜欢，谁能不喜欢颜值和懂事并存的熊猫？照顾萌萌17年的徐老爷有多爱熊猫，他对毛孩子的爱一直都很拿得出手。要知道萌萌1岁多来北洞的时候，就被徐老爷当成亲闺女宠。萌萌不适应新环境，他整日陪着，吃不下饭的时候也要哄，还给闺女送了个豪华的公主宝座。等到萌萌长大后被迫去繁育园，前后生下5个孩子，到最后因为拒绝生产也不能回北洞，是徐老爷亲自去繁育园接来闺女，还把萌萌的孩子们一并带回。
即便蒙太后都18岁了，可她还是被宠成了小女孩。当她不吃不喝没胃口的时候，徐老爷明知道闺女已经有领地意识，还是拿着一大把竹子近身投喂。正因为一人一熊的关系好成了父女，徐老爷也对萌萌的孩子爱屋及乌。平日里只要萌哒哒砸门，徐老爷就第一时间拿来加特林大竹笋，一根接一根的塞给大外孙，这是生怕熊孩子吃不饱饭吗？徐老爷也掩饰不住对萌儿的偏爱，即便是给孩子上药，他也忍不住放下工具，不是抓抓外孙的脑瓜，就是摸摸胳膊。有次萌儿的窝窝头被乌鸦吃了，浑然不知的他还在啃笋皮。徐老爷看在眼里，心疼外孙，直接拿来一大堆零食和竹笋补偿孩子。当排年期的萌兰不吃不喝时，徐老爷不顾危险，拿着竹笋去外场投喂，只是为了让毛孩子多吃一点。他还是萌儿最忠实的玩伴，不是拉着绳子陪小外孙玩拔河游戏，就是面对面萝卜蹲。大冬天打雪仗更是爷孙俩的必备项目，难怪萌兰愿意将竹笋送给他，还主动靠近让徐老爷摸摸鼻头。而徐老爷对外孙女就是妥妥的溺爱。当蒙玉只顾着睡懒觉的时候，他亲自哄着小家伙干饭，投喂笋笋的同时也忍不住摸摸小脸。老爷对萌宝的爱同样也是如此。这小妞呼呼大睡的时候被乌鸦啄毛，为了守护好孩子的美梦，他直接坐在太阳底下驱赶乌鸦。要知道胖大海1岁多就离开妈妈，孤身一熊来到北洞，他也给了这小子更多的爱护。徐老爷会在胖大海拘谨社恐时陪对方玩雪拉近关系，摸着毛孩子的小脸，别提有多治愈了。北洞的古大爷也被徐老爷宠成小孩子，熊到老年的他不仅越活越年轻，还是对方拼了命守护的熊猫。有次谷谷在外场睡了一整晚，期间有个醉汉翻进院子，这小子惊吓之余忍不住动嘴咬人。明明是不良游客罔顾规定，可他居然将正当防卫的谷谷告了，还是徐老爷出面为熊做主的。徐老爷对北洞每一个熊猫都很宠，难怪他是全体猫粉最放心的饲养员。爱里长大的小熊有多恃宠而骄。花叶姐弟面对谭爷爷的呼唤选择无视，无论谭爷爷喊得有多大声，花花和叶子都不为所动，小表情还十分不耐烦，内心 OS 这老登能不能闭嘴啊。要知道姐妹俩从始至终都是爷爷的偏爱，估计当年独宠孙女的老谭也没想到两个小家伙都被他惯成这样。于可于爱的外公也是同款宠娃，平日里不是给两小只摇秋千，就是将盆盆奶喂到孙子孙女嘴边，以至于兄妹俩忘记什么是听话。这天于可于爱正打成一团，不知道两个小祖宗在叫什么劲都不服输，非要紧紧靠在一起斗牛。此时收猫的外公成了最大受害者，只能说外公喊不回孩子有多崩溃，还在打架的于可于爱就玩得有多开心。而小白天因为倔强的性格，也成为北洞不可撼动的女王。面面奶爸只是来投喂个窝窝头，就惨遭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直到他卑微到戳戳小手恳求小白天，对方才不情不愿地接过来窝窝头。估计小白天都看不下去才接过来，心想本小姐可没有虐待饲养员哦，毕竟面面奶爸真的太沧桑了。或许是因为常年被熊猫欺负，知道的是他熊猫在笼子里，不知道还以为饲养员进局子了呢。小白天之所以地位这么高，还得是因为奶爸前妻太溺爱孩子了，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喂饭送到熊猫嘴边，还得成天给小白天按摩捏肩一条龙。不过变化最大的可是小奇迹，宝贝留学期间怯生生的，一看到饲养员就躲到小角落，可他回国后遇到王奶爸就是另一副面孔。小家伙不是整天吃醋生胖气，就大半夜不睡觉拆家扰民。就在昨天，王奶爸一觉醒来天塌了，整个外场一片狼藉，不仅是木头断裂，就连塑料壳也被拆。即便收到熊孩子的拆家大礼包，可奶爸还是控制不住嘴角上扬。难怪都说小奇迹肆意妄为是有原因的。相比之下，萌二就更过分了。这小子虽然对游客懂礼貌温柔，可他面对奶爸就没这个耐心。不仅是擦药期间拿捏奶爸，对方一拿出刷子他就不断后退，就连吃个饭也要躺在地上，让黄连亲手送到嘴边服务自己。奶爸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也没反抗，毕竟自己宠出来的熊孩子只能惯着。听到王奶爸心疼小奇迹没吃过金饲料，才明白他早已把仔仔当儿子宠。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窝窝头金饲料因为他们以前没吃过，回来就想尽办法让他吃这个东西，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物质。虽然小奇迹在美没吃过这些好东西，但真心护孩子的王奶爸会变着法投喂，不是用果果引诱仔仔，就是偷梁换柱哄好大儿吃下，让苦尽甘来的小家伙体会到家的温暖。在王奶爸的用心投喂下，自从小奇迹回国后体重一路飙升，记者小姐姐都被他的变化惊呆了。方便问问他现在多重吗？120公斤左右。120公斤，长了不少哈。前几天小奇迹过生日的时候，一向宠孩子的王奶爸直接拿着专业相机，亲自去外场给宝贝拍照片，这满脸的笑容可是发自内心的爱意。其他饲养员不是曝光孩子的黑历史，就是父子俩相爱相杀，可王奶爸就是纯粹的老一辈宠娃，仔仔在他眼中永远都是最完美的孩子。用一个字来形容吧，好。要知道小奇迹刚回国时性格内向，不像福宝这般上蹿下跳的和游客打招呼，
总是拿着笋笋在小角落干饭。是王奶爸察觉到好大儿的情绪，他为了养成小奇迹勇敢的性格，直接在孩子身边砸主子，一步步给宝贝练胆，不再担心受怕。王奶爸的爱源比我们想的还要细心，他深知仔仔不喜欢小鸟，每次出外场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捉毛。于是奶爸会在小奇迹上班之前，特意去院子里驱赶小鸟，确认外场安全无误后才将孩子放出。王奶爸还很照顾小奇迹的情绪，无论是正常下班回家，还是去外场加餐，都提前打报告，就连拿的笋笋还是窝窝头也得问问孩子。当王奶爸忙着照顾其他熊猫，来不及24小时守在好大儿身边时，小奇迹的情绪是肉眼可见的低落。奶爸不忍心看到孩子发呆有心事的样子，毫不犹豫地将对方叫回内舍，拿着笋笋窝窝头便招罚哄小奇迹开心。这天原本还积极营业的小奇迹，听到不良游客的尖叫声后，吓得趴在木架上，即便外场下着小雨也不回家。王奶爸看着孩子一动不动的样子，心疼极了，没有强迫对方回内舍，而是站在不远处冒雨守着孩子。他是真的将小奇迹当成自家小孩，就连游客喊一声王奇迹，王奶爸听到新称呼后也得笑开了花。小奇迹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王奶爸，对方用实力弥补孩子在异国他乡的3年。